他凭一句嘶吼的拍森火爆全网，却用最软的真心话刻进了无数普通人的心里。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我看着那个女同学，我说 yes sir， 好笑吧？她看着我说，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我说我不好意思，女人，我可能爱上你了。10多年过去了，时光荏苒。上一次我见到她，我还问她，我说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这些。她说哎呀，我早就不记得了，别恶心了。但是付航，你要记得早点回家，我在家里等你。当付航在决赛的舞台上收起所有的张牙舞爪，讲出这段跨越10多年的爱情故事时，比赛的胜负其实早就注定了。我们终于看清了，剥开那层尖锐带刺的外壳后，里面藏着的是怎样一颗柔软又清醒的内核。他能杀出重围夺冠啊，根本不是因为他的段子技巧有多么高超，抛梗有多么密集，而是因为他太懂什么是真正的底层悲剧，太懂普通人究竟在痛什么。现在的脱口秀呢，大多数人站在道德高地上，用犀利的词汇去怼老板、怼职场、怼社会上的369等，把矛头对准外界，疯狂开炮。但付航没有，他毫不留情地向内开刀，把自己的尊严摔碎，摊开给所有人看。在这个容貌焦虑被无限放大的时代，他直接把青春期那段狼狈卑微的暗恋扯出来当笑料。他绘声绘色地学着自己当年怎样鼓起勇气去念情诗，然后被女生直白地嫌弃。给你写了一首诗，可以读给你听，向你表白吗？他看着我说，嘿，你别说啊，付航，你还真别说。我说你也喜欢我的文采？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是别说。那你不喜欢我哪一点呢？他说我不太喜欢那种黑黑的长得像猴的男孩。这段字字泣血的创伤啊，被他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和没心没肺的笑声裹挟着抖了出来。他没有卖惨，反而通透的给出了一击绝杀。舔狗永远读不了女神的剧本，但是我又触底反弹了。舔狗的剧本里，舔狗才是主角。我再也不当舔狗了。以后别人一说，哎，付航，我跟你分手吧，你长得像泥鳅，我就嘿嘿，你杀青了，在我的剧本里杀青了。他不仅扒开了自己的容貌自卑，更一针见血地刺破了这世上荒诞的阶级偏见。他讲了一个泰国新闻，当地农民训练猴子去摘椰子，摘完后猴子坐在马车上，结果动物保护组织跳出来谴责，逼得农民当众道歉。付航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荒诞瞬间的核心啊！农民就道歉啊，农民懵了，猴也懵了。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也不是猴，是马车前面的马。马看着记者，马说：“我。”一句话把无数在职场底层的牛马打工人的心酸扒得底裤都不剩。同样是付出劳动，有些猴子能被同情，有些马就活该做牛做马。他甚至用自己从小养的一只串串狗来隐喻。有的时候有一只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大家都会觉得它们便宜低端。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类第一次看到他就讨厌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低级的串串。所以啊，他会耐心的去逐条回复私信，告诉那些因为出身大专而自卑迷茫的年轻人，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他厌恶那种强行装出来的高级感，他毫不避讳自己大专毕业后去当网管、当保安的底层经历。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 就是北京的大专。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 对，在网吧开机子。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 就保安。他自曝为了赚100块钱去机场假扮粉丝接机，却用明星的视角批判人设的虚假。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人设高的他理都不理你，你站了很多小时，你出去啊，你不理他，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我说不方便，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什么东西。他甚至把为了抬高自己身价去吃法国大餐，却因为不懂装懂，直接把燃烧的火焰鸡尾酒往嘴里倒的社死瞬间，原封不动地搬上了舞台。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出身微寒，不知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当时买飞
Already totally on fire。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那我宁愿当猴，是他对所有世俗规则最生猛的竖中指。在踏上爆红的舞台之前呢，付航曾被所谓的脱口秀精英圈单方面拉黑了很久。有一次啊，在一个连空调都漏水的地下小剧场里，台下稀稀拉拉坐着3个观众，其中2个还一直低头刷手机。付航一把扯掉领带，直接从台上跳下来，冲到那3个观众面前，脖子上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讲了整整1个小时。消耗体力的动作让他的汗水直接砸在了第一排的地板上，他根本不在乎台下坐的是谁，他像一只拼尽全力燃烧的火把，把那股不掺半点水分的激情塞进哪怕只有1个愿意听他说话的观众心里。这种拿命在台上死磕的狠劲儿啊，早就把那些端着架子靠文本优越感活着的喜剧演员狠狠踩在了脚下。有人说他表演太夸张，只会像疯子一样嘶吼，文本缺乏深度。但脱口秀同行黑灯用了一个极其精准的词儿来评价他：慈悲。是的，慈悲。他见识过世间所有的捧高踩低和恶意重伤，他曾像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一样被踩在泥里嘲笑，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怨恨变成愤怒去攻击别人。他给所有不被接纳、不够漂亮、不够优秀的普通人递了一把梯子，告诉他们：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世俗的标准，你可以坦坦荡荡地接纳自己那个千疮百孔却依然热烈的灵魂。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呢，当投票通道关闭后，他平静地抛出了最后一个炸弹。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叫刘哥的朋友，那个就是我那个离开我的小狗。我小的时候所有的时光都是他陪我度过的，我非常开心能有这么一只小串串，串串也是有价格，他们也并不低级啊，就这样，谢谢。在全场的寂静中啊，他把所有的讽刺留给了世界，却把唯一的最深情的温柔留给了那个在保安厅里告诉他你穿什么都很帅的女孩。我们绝大多数人啊，都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主角，我们长相平庸，学历普通，在生活的洪流里扮演着不起眼的 NPC， 甚至像那匹拉车的马一样，连叫屈的资格都没有。付航的夺冠不仅是一场底层草根逆袭的爽文，更是对所有普通人的一次极致治愈。他用自己的鲜血淋漓的过往向我们证明，被生活狠狠锤过的人依然可以不长出尖锐的刺，依然可以带着极度的热情，在这个草台班子一样的世界里找到那个愿意爱你全部等你回家的人。